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对普通消费者来说，一年都不换手机的情况应该还挺常见的，但是对于一个手机如衣服的数码博主来说，这种情况确实还挺少见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要说原因的话，除了职业带来的习惯性疲劳，可能还是因为现在这些手机都有些无聊吧。稍微扫一眼电商平台，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高度同质化的全面屏手机，除了直屏和曲屏的区别以外，我只能通过极度类似的 AG 玻璃、亮面玻璃和素皮后盖来分辨这些产品。如今想要让我提起兴趣的话，或许只有那些比较特别、有趣且另类的机型才能做到。例如因为一以贯之的真全面屏设计而被网友们戏称为真正的 Mixo 的 Nubia Z50 Ultra， 亦或者是始终坚持采用 5.9 英寸小屏而被誉为最后一款小屏旗舰的华硕 Zenfone 10，又或者是近日正式发布的 Nothing Phone 2。你没听错，在预热了小半年时间后，那家主打特立独行的网红公司，他们发布新款手机了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Nothing Phone 2。从外观上看， Nothing Phone 2基本继承了前代的设计，一如既往的透明式背板，几乎一样的 LED 灯条设计，会让你有一种产生了低者屋的错觉。用过了一次的设计，自然很难再产生同样的冲击感。虽说形状一致，但是 Nothing Phone 2的整机尺寸从前代的 6.55 英寸提升为 6.7 英寸，相对应的 LED 灯数量也有了显著增加。在更加充裕的 LED 灯支持下， Nothing Phone 2的背面显示功能变得更加丰富，用户可以通过 Glyph Interface 功能来查看音量、倒计时、外卖状态、打车时间等信息，甚至还能不同的联系人设置不同的灯光模式，以便在收到消息时一目了然。作为本机最大的卖点，这款产品算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功能都充分的跟背面的 LED 灯带结合了起来。先不论实用性，好看是好看的，当然这次 Nothing Phone 2另外一个重大卖点还是试图跟上了主流市场的核心配置。首先是处理器，不同于去年采用的骁龙 778G Plus 终端处理器，今年 Nothing Phone 2可算是用上了骁龙8 Plus 建议处理器。就算是去年的旗舰处理器，那好歹也是旗舰处理器嘛，就是自己宣传本代产品比前代产品快 80%， 这种行为多少有些抽象。理论上 GB5 跑分单核1253，多核3833，跟目前普遍采用今年旗舰芯片的中国产机型对比，还是有明显差距的。拍照影像这块当然也有提升，首先 Nothing Phone 2的前置升级到 320P， 主摄从烂大街的 IMX766 升级成了不那么烂大街的 IMX890，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还是熟悉的双摄模组，还是熟悉的 JNE 超广角， IMX890 更是 IMX766 的小幅升级款，仅在视频的输出画质上应该比 IMX766 更高一点。Nothing 的创始人裴宇曾经表示，2颗好摄像头远比1颗好的加3颗便宜的强，唯一的问题是你这也不是啥顶级摄像头啊。至于屏幕这块，虽然提升到了 6.7 英寸，但依然是块 1080P 120Hz 的 LED 直屏。在中国厂商同步探索着4窄边直屏设计的情况下，尽管 Nothing Phone 2的正面观感依然不错，但已经不存在明确优势了。最后，因为屏幕扩大， Nothing Phone 2的机身尺寸来到 162.1 乘 76.4 乘 8.6 毫米，重量也达到了 201.2 克。更大的机身尺寸让该机的电池容量提升至4700毫安时，快充也提升至45瓦，支持15瓦无线充电和5瓦反向无线充电。放在国际市场上，这个配置可能绰绰有余，但是放在极度内卷的中国市场，这个配置确实有些不够看的。目前 Nothing Phone 2已经在美国、英国和欧洲开启预售，价格如下所示：8GB 加 128GB 600美元，12GB 加 256GB 700美元，12GB 加 512GB 800美元。总结一下， Nothing Phone 2的配置确实相比前代要正常不少，但归根结底，它依然是一款网红手机。虽然它新颖的设计、酷炫的灯带是很有意思，骁龙8 Plus 建议处理器已经足以保障各种重度应用，升级后的 Glyph Interface 也变得更加实用，带着它出门吸睛指数暴涨 200%。但你也要知道，这些配置的提升是在起步价暴涨1000元以上换来的结果。不仅如此，没有中国版本就意味着它的售后、它的品控以及最重要的系统本地化几乎全部为零。最重要的是，从前代产品 Nothing Phone 1的反馈来看， Nothing 的产品目前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品控问题，
屏幕四周严重发绿， LED 灯带自行脱落，已然成为了社区里的一种常态。对于性价比不高的手机，除非价格下调，否则个人觉得买它当主力机的可能性不高。毕竟一个有趣的外观并不能掩盖产品的所有问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买手机是注重外表还是性能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